大家好，我是子夜。平时看我视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，我是拍漫展人像的，所以我特别钟爱超大光圈的大炮。超大光圈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杂乱人群背景给轰成渣，来突出小姐姐。我一直在茫茫炮海中寻觅超过 f1.4 的大炮，直到最近我发现了老蛙新发布的 T1.0 电影大炮。哦 ，fantastic！ 这难道不正是拍小姐姐的顶级军火吗？先说清楚啊，我没有收厂家的钱，这门炮呢是老蛙寄给我的。老蛙的工作人员说你随便开炮，好话坏话都可以说。我当时就在想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个 T1.0 电影系列叫 Argus， 老蛙的超大光圈都是这个系列的，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白眼巨人。但当我看到卡口的时候，我就成傻逼了去了。它的全画幅只有 EZRF 卡口，而 S35 版本也只多了 X 卡口。你不是电影镜头吗？居然没有 EF 卡口或者 PL 卡口，所以我只好挑了一门 S35 RF 卡口的33毫米大炮。这个 T1.0 系列全画幅重量大约都在1公斤或者 1.2 公斤左右，而 S35 除了那门18毫米的有950克，其他两只只有700多克。这对于电影炮来说是非常轻的，甚至和摄影炮差不多。我估计老蛙不做 EF 或者 PL 卡口也是为了减轻重量吧。这门33毫米 T1.0 进光量是 f0.95 的水平，等效焦距大约是50毫米，等效景深大约是 f1.5 的样子。它的镜片是9组14片，9片光蓝叶片，对焦星程达到了惊人的300度，可以进行非常精确的瞄准。光圈是 T1.0 到 T11， 而 T1.0 到 T2.8 占了整个光圈环的3/4，这其实也非常合理啊，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大部分时候用到的也是这个范围。最近对焦距离是35厘米，滤镜丝口统一尺寸是77毫米，镜衬做工也是非常棒的，看不到明显的缝隙，黑底白字黄标蓝圈，给人一种低调的感觉。特别是这个焦距的显示遮挡，设计的非常 interesting。老蛙这个品牌对于炮手来说就是个特种炮厂，正是因为它的极端属性吸引到了我。你们看看我买的老蛙的炮，9毫米 f2.8 超广角无畸变，100毫米 f2.8 2倍放大微距，还有这个33毫米 f0.95 超大光圈，都是很极端的炮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发现了，老蛙以前就有这门半画幅的33毫米超大光圈摄影炮，而且参数和这门新的电影版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也非常好奇这两门33毫米的炮究竟有何区别，所以我都拍了片段来做对比。还等什么呢？漫展启动！那今天我们又来到漫展了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是来测试这颗老蛙的33 T1.0 镜头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在科摩多上有什么样的表现。就现在啊，大概是下午2点钟左右，可以看到天上现在是大太阳啊。如果你要保证180度快门，我就给这个 T1.0 的镜头上了一个 ND64， 才能保证在这种阴影的地方拍摄不过曝。但是如果是在这种太阳暴晒的户外的话，我要把光圈缩到 T2.8 才能保证它不过曝。这就是 T1.0 的镜头的进光量的恐怖之处啊！电影炮肯定是没有自动对焦的，所以这次我也用到了大疆的 Focus Pro。电影炮一般都会带跟焦齿轮，所以这套自动瞄准系统在这门炮上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一旦敌人被锁定，就再也逃不出我的瞄准镜。由于等效焦距是50毫米，所以这颗镜头非常适合拍人像。虽然有人可能觉得等效景深已经是 f1.5 左右了，但是实际虚化我觉得还是很够用的。这种超大光圈拍人也就糖水片拍拍而已。现在我们都进到内场了，这内场的光是比较暗的，我们来试一下需不需要上 ND。即使室内这么昏暗，我也需要上 ND8 才能勉强保持 T1.0 ISO 250快门180度不过曝，真算是名副其实的夜神了。这个片段我仅借助了来自门外的自然光，刚好达成了最佳拍摄光线。哦，这个暗调场景 Cinematic Mode 十足啊！我
们先来看看锐度。在电影版光圈开 1.0， 在近距离对焦时，对于派人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很锐了。每个人对锐度的感受可能不同，我是追求那种没有线条感，但是清晰度要足够的锐度。由于 B 站这些视频平台有压缩，可能你们看着会很糊。想看 4K 高码率的版本，可以去油管搜我的同 ID。这个画面是光圈 T1.0 拍摄的，中心人物锐度很高，发丝也能够看到清晰的线条，而背景确实已经被烘成渣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景深是够用的。顺便来看看摄影版33 F0.95，很可惜我没有62毫米的滤镜转接环给这门摄影版的炮上 ND， 所以这些片段我都没有遵守180度快门准则。旁边这哥们儿打了一个超强的光 ，F0.95 的进光量，我把快门开到2度才能保证不过曝。同样，在近距离对焦时，中心也是非常锐的。我个人感觉这门摄影版的炮要柔和一些，拍人的线条感没有那么强。就我个人口味来说，这门摄影炮的锐度更适合拍人像一些。现在是5点钟了，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，但是我仍然是用了 ND64才能不过曝。电影版在 T1.0 时无限远对焦，中心锐度非常不错，边缘有一点糊。同时你会发现在高光线条边缘是有非常轻微的紫边，这个紫边已经非常非常轻微了。为了让你们看清这个紫边，所以这个片段我仅做了1级调色。只要我收光圈到 T1.4 左右，边缘锐度就上去了，同时高光束的紫边也不见了。在我收缩光圈的过程中，四周的暗角也会稍微扩大，但是非常轻微，我觉得算不可察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摄影版的33 0.95， 在最大光圈进行无限远对焦时，中心就有点软了，至于边缘很糊，而且暗角也有一点。而且我发现除了轻微的紫边，整个画面也有一点色偏。如果把光圈收到 F1.4 左右，中心锐度这个时候似乎和电影版在 T1.0 时是差不多的，虽然紫边没了，但是边缘仍然有些糊啊。直到说到 F4， 边缘似乎终于能看了。说到 F8， 这个时候我觉得画面整体锐度才比较平均。可以说这两门炮在素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电影版的 T1.0 无论近距离还是远距离，素质画质都挺好的。要知道，其他国产夜神我用过很多，最大光圈都是不可用的。而摄影版的33 0.95在众多国产夜神中，锐度也算不错的，同时也克服了大量紫边这个问题，并且个人认为是前几年老蛙最好的炮。然后来看看对焦呼吸，这个对焦呼吸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啊。作为电影炮来说，算是很严重的呼吸效应。看这呼吸，真的是要一炮带走你的呼吸。畸变的话，可以看到在画面边缘有非常轻微的筒形畸变，我个人觉得这点畸变没什么影响。再来看看光晕，这门炮的光晕是彩虹光圈加彩虹波纹，不算太强烈，适合口味不那么重的炮手使用。怼着光的时候还有 UFO 鬼影，这个鬼影的形状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但是只要不是怼着光拍就没啥事。比如这个水面已经几乎过曝，但是看不到光晕或鬼影。其实在逆光下，这个反差降低已经算是控制得非常好了，不至于像某些炮一怼着强光，画面就全部泛白。最后来看看光斑吧，从无限远对焦往回收，能够看到中心的光斑还是比较圆的，但是边缘就会变成橄榄状。我对光斑没啥需求，所以都能接受。总体看下来，我觉得老蛙的这颗33 T.0 非常棒，这种高素质的超大光圈大炮已经非常罕见了。虽然我这门是 S35 画幅的，我不知道全画幅的是否会更加牛逼。如果你买了，记得告诉我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不知道下一期我该试试什么样的奇葩大炮呢？